6年7年来等于6年了，习近平呢第一次跟大陆的企业家来会晤，但这次不太一样，都是跟科学有关的，跟 AI 跟技术有关的大咖，所以那个传统行业的大咖房地产的什么就不再受邀之列那这次呢，这个大家特别关切说，马云又出头了另外呢 ，DeepSeek 的梁文峰也出头了被这个当成座上宾，邀请了马云、王文峰、任正非、华为、马化腾、腾讯曾毓群宁德时代、王传福、比亚迪、雷军、小米、王兴，这个语数科技是机器人跳舞这种所以呢，这8个变成了科技业的巨头，所以表示呢，这个习近平也知道，老美现在就要科技打击你那习近平原来是搞那个国退民进，就觉得哇，资本主义太厉害了，就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作为一个马克思的训徒，怎么可以让这个资本主义这么这个活跃呢？所以很大。但是问题是你没有资本主义，你经济不会起来嘛？你举个例子，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包括北韩，包括古巴，包括这个以前的苏联，它和东德，它是靠共产主义经济能够起来的。我常常觉得那个是不通的嘛。什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违反人性，违反人性是做不成的。邓小平稍微开放一点，哇，大陆军都起来了，每个人为自己拼命了，这就是人性嘛。你要找共产制度那套是不会通的嘛。那你现在你觉得哇，邓小平把大陆经济搞起来，你说我要收，你怎么收啊？你一收就垮，搞到现在大陆经济一塌糊涂。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只好又在开放，所以一直强调说，哎呀，民间企业很重要了，我们从来没有打压民间企业了。本来就你打压不会成的嘛，我早就跟你讲就不会成的嘛。你只有说现在它有很多资本主义走过头了，怎么把它收起来？西方资本主义后来搞社会福利等等也没办法嘛，他只搞资本主义一定会有革命嘛，所以他也必须要想办法用税来用其他方式，然后让一般的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厉害的人能够也享受一些资本主义的福利嘛所以呢，他现在希望呢，你们要胸怀报国志，先富。然后来促进共富，这跟邓小平当时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的意思了。但你们先有钱，然后呢抽你们的税，让大家都有钱。先富是有可能的，共富是很难的啦，一定要政府的政策才有可能了所以呢，习近平说我们有改变啦，跟以前不一样，但是也有不变的也有很多不变的地方那马云现身了，北京默认跟美国争霸需要民间企业，没有民间企业你争不了霸。有2个指标型人物老美什么有很多基金经理人会找我谈了解台湾的状况，两岸的状况。他们就说看大陆 Jack Ma 只要不能翻身，我就不相信大陆他真的是一个有指标性的人物香港黎智英继续关起来，我也不相信了。你们可以把他们2个继续打压马云，继续关黎智英，你可以但是西方资本就不来了，但是看这个指标人物就不来了所以呢，这个西方这个认知说对大陆有限因为呢，怎么会想到 DeepSeek 就起来就热了所以大陆还是有很多民间人才是蛮厉害的，特别我们刚刚讲这个语数科技这个机器人还跳舞说机器人不是那么硬了，很柔软，可以跳那种很柔软的舞，表示大陆机器人也很厉害了。现在马斯克也要搞机器人嘛，所以东西可能要竞争要碰撞了。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会见多位科技巨头，哪位老板坐了哪个位置，成了大陆商界议论话题。有人分析，华为的任正非坐 C 位是主宾，比亚迪王传福是次宾，马云、马化腾是贵宾坐第一排，人工智慧则是新贵，第一排就占了3位，包括近期爆红的 DeepSeek 创办人梁文峰。习近平和马云握手画面在大陆官媒出现，也引发议论。马云在2020年公开质疑大陆金融监管体系后，阿里旗下蚂蚁集团在上海和香港上市计划就喊卡，马云也长时间消失在公众视野，避走海外。这次重返官方舞台，被认为是大陆官方释出开绿灯的讯号。香港经济日报报道，马云的出现就是象征大陆高层对科技行业态度发生了变化。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守法善经营，先富
促共富。包括 BBC 等多家外媒分析师评论，这次会议后可以观察中共近年国进民退的经济方针是否出现修正。中共领导层用名气重在科技突围，因为大陆经济界曾预言，中美没有贸易大战，但将有科技大战。当时习近平要搞国退民进，我在本节目就是不会成功了，在广播也这样讲了，不可能靠国际。全世界有哪一个独占的国际？除非独占，有哪个是赚钱的？台湾一样啊，台湾4大国营公司只有台糖稍微赚一点钱啊，但台糖的很多部门只有2个部门赚钱了，其他国营事业都赔钱了。除非独占，我独占可以，只要不独占，统统完蛋啊！其实就是这样子了啊。来，林涛。基本上从我们战情室的节目制作，你就可以很清楚美中台3者的角色跟各自的态度都一清二楚。你看，从美国这个川普，我们看到的面对美中，我们是面对有史以来最有弹性、最务实的美国跟中国。美国它其实在今天，在2月18号这个他们美国的时间，要在沙烏地阿拉伯跟这个俄罗斯见面，美国的代表是 Rubio。那俄国的这个首是他的外相嘛，就是说拉夫罗夫嘛，2个都是重要的人士嘛。他们为什么约在沙烏地阿拉伯？为什么？因为就是希望俄罗斯赶快回到国际的供应链，把它的能源稳定下来，把它的天然气稳定下来。那基本上我美国我川普我就可以解决内政里面当时候让拜登下来最主要的原因通货膨胀。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川普一手说你们俄乌不要再吵了，然后你的这一个欧洲，你的北约每一个国家的军费负担都往上提，所以你看到这一次在沙烏地阿拉伯的会面，没有邀乌克兰，没有邀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就自己几个国家赶快在巴黎开一个紧急的会议。这紧急会议的结论才说，那没关系啦，这个如果大家停战协议的话呢，我这个英国啦、德国，我们也要派这个维和部队进去啊。那过去为什么你不说要积极来处理这件事情？等到美国川普直接杀下去了，你才动作。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每一招都是非常非常的精准。看到中国大陆刚才的评析，基本上它还有4个字，叫做脱虚向实。你看这一次的企业的比例，它的座次的排比，你都可以知道。过去在主导这个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房地产已经退后面了，几乎没有邀请，大部分都是科技业跟制造业，而且是老中青3代都有。华为的任正非，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马云好久没有出现了，然后新的 DeepSeek 这个梁振峰全部都出现，为什么？因为他要告诉大家，今天习近平面对美国的挑战，面对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整，他在乎2件事情，第一个。因为马云出现了，过去在砍这些民间企业茶税等等不会再出现了。我现在就是要挺这些民间企业。第二个，我要用这些科技业的发展来带动这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他讲得非常清楚，中美这么务实，那台湾呢在干什么？我告诉大家，因为第2段有提到，刚才伟汉哥讲得很清楚，他说2022年曾经国务院把不支持台独换掉，1个月后加回来。1个月加回来，看这次有多久嘛？可是这一次他加回来之前，我告诉大家哦，我们现在在国务院把这个拉回来之前是在什么之后？是在赖清德总统开我们国安会议反映美国的状况关税之后，马上在这个国务院网站把这几个字拉下来，代价是什么？代价是我们的军费的 GDP 3%，就1600亿到1800亿。然后呢，透过路透社那一定是台湾总统府国安相关单位放的，他放出我们要70亿到100亿美元，代表是2290到3270美元。好，它的落差大概600亿到1400亿，我觉得没关系，反正就在这个 range 里面。它有2个层次，第一个，它竟然要用特别预算，他告诉大家，我不要再让大家看那么细了。过去潜舰已经在总预算编了，被你冻结，我觉得很不自在。我透过川普的关系，赶快把军乐变成这个特别预算。第二个。你有看到美中人家多务实，结果你台湾是什么？给你一个甜头，意识形态，哎呀，不支持台独啦，台湾给你放字大一点啦，2000亿过去了，3270亿过去了，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花2-3千亿在买什么？路透社里面写说，我们大概会采购是 CDCN 的岸防式飞弹或 M142的海马斯，告诉大家，过去这些都有了。我们要的是海军打击飞弹 MSN， 他不会给你的。所以2件事情，第一个，你想买的东西买不到；
第二个，你现在我们海军配熊2、熊3已经很成熟了，结果你现在花2、3亿，你会让我们国家研发熊2、熊3的这些研发人员心中觉得怎么样？2、3千亿，觉得很那个嘛。所以我就说，美中在务实，我们的赖政府不要再搞意识形态，务实一点。所以我们什么武器发展成功，他就要卖你了；没有发展成功之前，他不卖你。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老美呢说要抢婚谁？台积电是被强取的哈，就是说我本来投资我有我的规划嘛，你非要我在美国投资那么多哦，要不然就是加100%的关税。拜登是补助，川普是补什么助？你自己算清楚。我加你100%关税以后，你成本会增加多少？你到我这边是增加成本没错，我这工人比较贵，社会福利比台湾好，但是呢，比你100%的关税好啊。而且川普还要先进制程，你给我旧的不行啊！你台湾2奈米，我有2奈米，我剩下1.5奈米，通通比我要先进一点啊。那 Bloomberg 是说台积电收购英特尔，但是这样也难救美国的晶片业了，所以呢可能会把成本转嫁给 NVIDIA 或是苹果，那只好转嫁，那我怎么办呢？啊，那另外呢说专栏作家也说台积电不会让英特尔再次伟大了，英特尔曾经是很好的公司，很重要的，但现在良率啊什么都很低嘛，哦，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台积电可能收购英特尔，收购它代工部门20%的股权，来躲掉这个反垄断的监督哦。那另外呢，这个到底台积电是不是要考虑进英特尔？台积电的回答也很绝，避重就轻，说我们照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废话了，他也没回答你问题。你原来就计划说，比如说一场、2场、3场在 Arizona 要花500-600亿美金，但是你要不要新收购英特尔呢？他说我们旧的计划原来的计划按照这样进行，其实并没有回答人家问说，那你到底要对英特尔怎样啊？那英特尔呢，其实标了27%的股票啊，所以呢，这个他们说是不是要把它一分为2？台积电买一部分，博通买一部分啊。那美国的分析师说，还是我们的分析说，美国晶片业比亚洲国家还是有优势的，还是不错的啦。哦，只要好好整顿，其实也不错的。我们看一下。彭博社文章标题就写着，台积电正在考虑经营英特尔的美国工厂，此举是应美国川普政府的要求。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这是川普政府官员几次向台积电抛出的想法，谈判还在非常初期的阶段。And we want it to be made. We want those companies to come to our country. In all due respect, you know, they took the business away. Taiwan took our chip business away. 对于晶片产业，川普对台湾一直都有意见。彭博社报道则指出，台积电和英特尔这项合作可能还会涉及第三方美国晶片设计公司入股，而且美国政府会支持，因此合资就不会完全由外国公司持有。为了让企业生产移到美国，川普4月还要挥出汽车关税大刀。Howard, I'd say over the next sometime maybe around April 2nd.I would have done them on April 1st. Believe it or not, I'm a little superstitious. 来，我看了，因为大家知道哈，川普就是希望台积电的那个制作晶片的能力能够转移到美国，要么你就变成美积电，要么你就增强 Intel 它的能力。所以他正在这样做，我不觉得完全不会有效果啦。可是你说一下子从台积电变美积电，那个速度不会这么快。那当然，第一个，它要先进制程的厂在美国，这个在未来5年到10年，它就会发生了，因为它要的都是先进制程的，我们也在那边设厂嘛。以后虽然大家都讨论说台湾的工程师跟美国的劳动环境不一样，它毕竟是台积电，它也有未来各界都评估有10年的优势，而美国它有台积电的厂嘛。第二个，从 Intel 的股价上涨就表示说，川普这样做，让大家觉得说，总不会 Intel 没有注意到吧？有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不只是 Intel 有没有办法把良率提高，或台积电有没有办法去吃掉它的代工部分，而是当你有大量的高阶的晶片的工程师，因为台积电的这个工程师很多人哦，也不是每一个都有办法做高，他还有分等的。可他现在要求要去都是这些高阶的，川普会给他们很多条件嘛，包含了薪水。好，业界有在讲了啊，因为实际上的薪水我不知道。台积电的工程师到美国的台积电的薪水比台湾高，可是还没有 Intel 高，所以他会不会在那边做了几年以后，
他从 Intel 就跳到他从台积电又跳到 Intel 去的时候，那川普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现在大家在担心台积电变成美积电那个过程，它不会是一瞬间，好，就一个指令或一个政策以后就改变。可是从长远来看的话，确实那个优势是会慢慢的就是转移到那边去啦。好，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大家都担心，因为股市我也完全没有投资。那我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比较在乎的是，我们台湾有台积电，它可以带来美国不能够抛弃台湾啊，因为台积电是护国神山，所以台湾比乌克兰更重要，都会提到台积电。可是有一天，当你这个台积电不是完全只有在台湾，好，那美国也有的时候，那个整个优势就会减缓。那徐部。不过这个蛮奇怪的哦，因为这是如果说台积电要去收购 Intel 的话，其实以美国来讲的话，它是不太允许说外国企业你是真的去直接去经营整个工厂。那台积电大家过去都认为说它的企业文化、它的 know-how 是一个非常大家认为是业界非常好的。如果当你没有办法去真的去经营，比如说之前日铁要去收购美钢的时候就受阻了嘛，那变成说台积电要去收购 Intel 的时候，你的整个企业文化、你的整个制程，你要怎么样平顺的，要花多少时间、多少金钱去把这个 Intel 的整个拉起来，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而且也没有办法去扭转 Intel 的挑战。不过刚才讲到有一个美国的作家叫做那个贝克的，他是说，他其实美国政府应该要跟台积电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啊。如果你真的说借由去收购 Intel， 想要把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半导体制程就拉起来的话，其实变成说自取灭亡。而且他认为现在在关税来讲，你就不要去给他加税，一定还是转嫁到后面嘛，就是台积电它的晶片是刚需，就是你一定必须给他买。那你关税增加之后，你后续要跟他采购的这个中下游，其实就是把成本提高，最后就是消费者的成本再提高而已啊。台积电的毛利率是很高的，50-60%。我曾经问过台积电，我说为什么这么高？别人都没办法就 cut 了你，我们技术好啊，对不对？那你自己来啊，来取代啊，你怎么能取代了我们呢？对不对，老沈？我对台积电第一波的危机的看法跟大部分的台湾人，尤其是谢金河先生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他的危机已经过了，下面是怎么样呢？再说。台积电呢，有的时候在这方面的专精，还有他的想法，他下一步要怎么走，比政府厉害得多啊！他现在已经美国就自作主张说，你来救我的 Intel， 这好事啊，因为他把它 split 变成2个设计的 Broadcom 进来。就博通好像也是中国人当老板了，那技术制造的，就是由台积电来，那这个好，为什么呢？你不会很孤单嘛？因为另外一半是另外一个公司，那这个社会这个业界对现在的 Intel 到底值多少钱？自有公平嘛，所以你要我进来几%，到底要花多少钱？在商言商嘛，你就政府暂时不要动，不要讲你台积电你看着川普，但是不要理他。暂时也不要理他太多，所以你看台积电都不讲话。那我们在商言商，你去跟 Intel 谈嘛，光是谈到 Intel 愿意，然后你也觉得愿意，这个要谈多久谈到说好 OK， 那我就花多少，然后我要进来，然后负责多少，这个一转眼1年过去了，我不骗你。然后呢，这个又不是我纯粹的 TSMC 我这个你甚至可以叫做这个是 Taitel Taitel 也可以所以呢，你就没有那么 pure， 就说要扛起所有的责任，说不行，我要负责，没有那么了，没有这回事。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分摊一下台积电目前所面对的压力，前途未必那么悲观。你看股市最敏感的，它跌那么凶，啪上来了，就是大家觉得说嘿嘿还好。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台湾人有一个迷思啦。太相信台积电，认为这是神山呢，这行呢，所以别再等下大家都不可以学，你们要学也学不来也不可以给别人偷去，什么都不可以。那剩下哪有这种事？台积电现在会的，迟早人家也会跟上来。晚一点而已。你不管你搬到德国、搬到日本，或者是接 Intel， 或者在Arizona，你要拼命的往前跑这个就是黄仁勋的精神。他是假定我能够独占的时间有限后面就是有这些人在追我就拼命跑。我们都想台积电是不可以被学的，怎么会不可以呢？他一定有人在学，一定台积电自己心里也有数，他超前的时间有几年，你可以还得这波录音嘛？我不解一点台积电怎么算是台湾人的公司呢？70-80%都是美国人的钱所以对川普来讲，你本来台积电超过1半的股东都是美国人美国的基金、美国的什么那些
这个避险基金啊、投资基金啊等等，台湾的不到30%都不到嘛。问题是经营者是台湾人，是台湾人啊。莫里斯商对不对？对了，他的整个系列，因为大家相信他嘛，就股东相信。哎，你看他的董事，他在Arizona开董事会，董事一大堆都是美国人啊，不是台湾人啊。这也是台积电另一个优点。这个不是你川普说了算啊，我是跨国国际间的大公司啊，任何决定到底对我有没有伤，董事会讲了算。不是你台积电。另外一个观点，刚才伟汉讲了一句话，说台积电变美积电了，是不会有这么快。可是我们都看得出来，已经往这个路上走，刚刚主持人提到的2奈米、1.4亿都是往这个方向走，就是高阶的chip都要去那里，这是台积电要做的事情哦，很清楚。第一点我讲，第二点，记不记得最早是台积电说，我们高阶都在台湾生产，不会了，那边落后，很快就逼你了。对，第二个我要强调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说这个川普又再讲一次。他竞选的时候不讲2次吧，现在又讲1次，说台湾偷了这个美国的晶片，还偷了美国人的工作，又讲1次，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是小偷，奇怪，我就想说啊，奇怪，他稍微对加拿大怎么样，对墨西哥讲怎么样？哦，墨西哥7条命，加拿大7条命，我们的政府点闷不作声，什么话都不敢讲，然后就只讲一个什么非红色供应链，那么听不讲说什么非红供应链，对，非红的供应链，老美才不要跟你搞什么供应链，老美叫你通通到美国来，来美国，为什么这个样子？好了，我就翻了一下，他们从1913年之前呢，他们的一个概念是这样说，用关税取代所得税。说我课关税，用外国人的钱降所得税，来支付我的各方面的开销，是这个样子哦。这是1913年的时候，现在川普要做这个事情，川普要做这个事情，他要把公司税降到15%，所以说他说这是全世界最低的公司税。他说如果你没有来我这里设厂，对不起，我关税课很高，所以你乖乖在这里增加我的就业机会。虽然工资高一点，可是你 plus minus 算一算，你还是划算。但是对他来讲的话，就变成说，他就回到他那一句话嘛 ，the most favorite the word 就是什么 tariff。就是关税，他最爱的字就是关税，所以他关税啊 cover everything， 就 cover everything， 所以所有的谈就是用这个地方来谈。今天的台积电也是逼着说，你不那个的话，我就扣你100%的关税，乖乖就范。结果赖清德回应就是一起打造非红色供应链，有用了，上面的差别啦，自我安慰而已。台湾现在的关税平均是6.5%了，所以有专家说，我们就砍到零又怎样呢？对国内消费者也好啊，对你6.5%比美国高哦，那川普一定找你麻烦嘛。你降税啊，汇率要调整啊，然后呢，到美国来啊，一定是他有几招了，万变不离其宗，反正就是这么几招了。休息一下再回来。